于南青爬山掉下悬崖，不仅没死，还被棺材里的美男赖上了，非说接了福就要做他的妻。啊！一声凄厉的惨叫划破山谷，吓得周围的鸟都像收到了老板催促加班的通知，纷纷飞散。砰！重物撞地，声音清脆响亮。于南青在地上哀嚎了几秒，他愣了一会儿，终于从地上艰难地撑起身，仰头望了眼天，感慨道：“妈呀，我真命大！这么高的悬崖摔下来，居然能活着，真是死里逃生。”话是这么说，但腰部被石头割到的疼痛提醒他，命大也没用，疼痛的感觉还是相当实在的。不过嘛，比起一堆肉你啥都没有，这点小疼痛根本算不上啥。于南青转头观察周围的环境，云雾缭绕，奇形怪状的石头堆积成山，远处5米外的景物看不清楚，仿佛进入了一个不知名的迷宫。他眼尖的发现手机躺在一旁，包包也不知道掉哪儿去了。刚才摔下来的时候，他已经偷偷看了下时间，5点30分下午。此时光线昏暗，崖底阴冷，除了雾霾啥也看不清。慢慢的从地上爬起来，活动了一下四肢，确认自己除了腰痛之外，其他地方完好无损后，他长舒了一口气，命真大。他只是个普通职场小员工，日常被老板压榨到深夜，稍微出一点小错，老板立马变成键盘侠，给他扣一堆莫名其妙的帽子。1周前，因不小心用大杯子装了公司饮用水，老板就一脸阴阳怪气的开会指责他。他当时心里一怒，直接把老板炒了，还真是解气。想着在找工作前能松口气，于是决定来翠玉山爬山散心。结果快到山顶的时候，拍着美照拍着，突然意识到自己迷路了。更倒霉的是，脚下一滑，一头栽进了悬崖。在落下的瞬间，他脑袋里闪过各种无关痛痒的记忆和他常看到的商业广告。最后他默默发誓，菩萨保佑，若能活着爬出大山，我一定要荤素搭配1年，不挑食。捡起地上的碎手机，他很气，完了，信号没了，现在手机也报废了，看来只能凭运气走下去了。左右看看，然后他毫不犹豫地伸出食指，小公鸡点到谁就走谁。左边，那就走右边吧。他心里一笑，决定反其道而行之，继续沿着崖壁前行。他想着天黑前得找到个地方栖身。现在7月，天气正好，不冷也不热，而且他特意穿了件黑白运动套装，不然这崖底冷得直发抖。小心翼翼地走着，石头多得像是从天而降，走一步都得考虑好脚下的安危。他有点担心这里晚上会有什么不明的生物出现，说不定等会儿就来个鬼灭之刃里的怪物。不由自主地抖了一下，感觉自己可能有点小题大做，可又转头一看，依旧什么都看不清。他吞了口水，继续紧张地走着。走了大约10几分钟，前方的路越来越窄，最后只能侧身才能通过。虽然不确定自己选的路是不是对的，但此刻他已经没勇气回头，只能硬着头皮往前。幸运的是，这条窄道就4、5米长，走过去之后竟然豁然开朗，前面是一块空地，空地上铺着青砖，只是砖上有些破损，看上去有些年头了。于南青弯腰瞄了一眼，见青砖上雕刻着奇怪的花纹，每一块砖都不同。妈呀，这什么鬼地方啊！于南青搓了搓手臂，四下望去，依然没有找到通路。这地方太诡异了，他隐约有种不祥的预感，必须赶紧离开。刚迈开步子，突然前方传来了狼嚎，他猛地停住，屏住呼吸，仔细聆听，确实是狼嚎。于南青顿时心里咯噔一下，紧张的一口气没喘上来。完了完了，今天难道真要命丧于此？掉下悬崖毫发无伤，结果反而被狼群给吃了。如果是这样，还不如直接掉下来摔个肉糜了事。他能听到狼的低吼声越来越近，眼看着自己快成了狼的晚餐，于南青手忙脚乱地摸索着崖壁，心里已经开始撕心裂肺的求救：救命啊！救命！谁来救救我？我还不想死！嗷呜！身后的狼嚎如同死亡宣告。于南青猛地转身，背部死死贴着崖壁。狼大哥，我这肉不新鲜，绝对不好吃，求你们放过我吧！他的声音已经带上了哭腔，眼眶里泪水打转，视线也模糊不清。不要吃我！不要吃我！眼泪终于忍不住，嘤嘤地哭了出来。10几头狼把他围得水泄不通，昏暗的环境下，那绿色的眼睛亮得像鬼片里的鬼火，简直让人心里发毛。于南青抹了一把眼泪，感受到死亡的临近，决定干脆坐下不动，等着灵魂升天。可是就在他蹲下的瞬间，身后的崖壁突然开始动了。于南青毫无准备地直接摔倒在地，他猛地瞥了一眼，心跳加速，来不及多想，爬起来双手并用往里面跑去，跑得有些疯狂。回头看时，狼群只在原地看了几秒，随即屁颠屁颠跟了进来。为了活命，他当下不再想前方是不是有陷阱，只顾着拼命往里跑。他用尽全身力气，沿着狭窄的洞壁小心翼翼地跑着。山洞里阴暗且沉闷，越往里走，气氛越让人感觉压抑得喘不过气来。于南青摸着前方，黑得跟锅底似的，完全看不见任何东西。突然，四周亮起了火光，刺得他眼睛一时不适，赶紧伸手挡住。等眼睛适应了光亮，他一看，前面赫然是一道石门，两旁的墙壁上嵌着6个碗，碗看起来有些古怪，但又不完全像碗，里面好像装了什么油，遇空气就自动燃烧起来。妈呀，电视剧看多了，难道真的是那种古墓迷宫？
于南清不禁想，他听到背后狼群的脚步声越来越近，心急如焚地纠结了一下，还是决定继续往前走。地面是和外面一样的青砖，上面雕刻着奇怪的花纹，看起来也有些年头，砖面光滑且古老。石门上也有花纹，和青砖的略有不同。于南清走近了摸了摸，居然发现门上的花纹一点灰尘都没有。啥情况？这里有人天天擦门，还是门里藏了啥能扛住灰尘的秘宝？他忍不住吐槽自己脑袋里的奇怪想法。不管了，他猛地一拍脑袋，回头看了一眼狼群，那些狼已经追了上来，气氛一度有些紧张。他深吸一口气，赌一把，他只能试试。于南清开始在石门旁的墙壁上摸索，希望能找到开关。终于在一块花纹中，他发现了一个可以按下的石块。开了，开了！他激动地按下去，听见轰隆一声，石门缓缓向上打开。于南清紧贴着墙壁，眼神死死盯着狼群，一边小心翼翼地挪动，一边偷偷打量着石门背后的景象。就在石门最终停下时，眼前的石壁突然冒出一股火光，像是一群隐藏的火焰精灵突然觉醒。他忍不住吞了口口水，咕咚一声，心脏也跟着咚了一下。透过一条只有2米长的通道，他看到前方一个狭小的空间，中央竟然摆着一副血红色的棺材。天哪，这是什么鬼地方？他一阵心惊肉跳，脑袋一片空白，还真是命途多舛，前有狼群，后有棺材，这不就是要命的节奏？呜！那只头狼发出一声低沉的咆哮，于南清觉得自己心脏差点跳出胸口。风吹动了四周的火光，火苗在墙壁上疯狂舞动，发出沙沙的声音，仿佛随时就能吞噬一切。于南清一阵寒意涌上心头，内心的恐惧几乎让他想要立刻转身逃走。但是面前的棺材给了他一个莫名的安全感，至少比狼群要好吧。他迅速做出决定，拼命地往棺材旁挪动，眼睛紧紧盯着那只该死的头狼。突然他瞥到地面，墙壁上和棺材上都刻着一排奇怪的符号，形状古怪，像是某种危险的封印。他从来没见过这些东西，而狼群也在不断逼近，让他的脑袋嗡嗡作响。头狼见他没有跑，发出了一声低沉的怒吼，瞬间狼群分成2波，向他左右包抄。于南清一边心急如焚地向后退，一边下意识地避开狼的眼神，结果竟然被逼到了棺材前。目光下移，棺材表面赫然贴着一张黄色符咒，风一吹就要掉下来。他知道那是封印怪物的东西，一旦符咒脱落，自己就不只是被狼群吃掉那么简单。于南清毫不犹豫，迅速弯腰打算拍住符咒。就在这时，右边的一只狼猛地扑向他，他的手臂刚刚触碰到符纸，那狼的爪子已经飞快扑来。他立刻收回手臂，狼扑了个空，但那一阵风却从他面前掠过，符咒被吹得掉了。完了！于南清咬着牙，眼前一片黑暗。这样死实在太悲催了，他甚至还没见到明天的阳光，结果就要死在这里。就在他准备放弃时，石壁上的火光骤然变得愈加猛烈，狼群的动作也停滞了。他们缓缓后退，目光锁定在棺材上，眼里满是警觉。他听到棺材板发出一阵滑动声，瞬间一股寒气从脚底直冲上脑门，于南清的双腿不听使唤，直接瘫坐在地上。眼前的景象更是让他无法动弹，棺材的盖板缓缓脱落，重重摔在地上，发出一声巨响。然后一只惨白骨节分明的手伸了出来，缓缓握住棺材边缘。天哪，真的是！他想尖叫，结果却因为恐惧无法发出声音，身体微微发抖，眼中充满了绝望。接着一个从未见过的闷哼声从棺材里传出来，声音深沉，像是从梦中刚刚醒来一般。于南清呆愣了一下，难道这东西会说话？是个成精的怪物。就在他还未恢复神智时，那只怪手开始缓缓将身体推起来，从棺材中慢慢站起。一个身着华服的男子出现在他面前，身高至少有1.9米，显得异常高大威猛。那身华丽的衣袍绣着精美的图案，正是他刚才见到的那些花纹。男子的墨色长发束成高高的发髻，紫金玉冠散发着淡淡光泽。当他转身面向他时，于南清顿时愣住，这张俊美的脸真是比画中的神仙还要好看，像是从古代画卷里走出来的美男子。那双桃花眼带着勾人魂魄的魅力，薄唇微微张开，低沉的嗓音慢慢飘来：“是你揭开了符咒。”于南清呆住了，呆呆地看着他，几秒钟后才反应过来，声音有些结巴：“你是？”于南清本来还想着解释一下符咒不是他接的，结果男子却冷冷开口：“既然是你揭开了符咒，那你就得负责做本王的娘子。”他的脑袋瞬间卡住了，像是被一块石头砸中。他刚才还在准备发抖，结果这位大帅哥竟然突然要他当娘子了。他是不是做了什么不可饶恕的事？不是。他慌了，眼珠子乱转。男子没有给他反驳的机会，直接跨前一步，伸手捏住了他的下巴，那动作如同精准的刀锋，直接戳中他的心。眉头一挑，眼神锐利：“怎么，不愿意做本王的妻子？”于南清连忙晃了晃脑袋：“不，那个符咒真不是我接的。”他快速整理了一下思路，理直气壮地解释：“真是狼的错，狼一扑过去，符咒掉了。”他的眼睛还不自觉地扫了一眼正在门口静静等候的狼群，心里感叹：这一群狼也真是闯祸能手。男子似乎被他的话稍微怔住了一下，
脸上的线条瞬间紧绷，但很快恢复了冷峻。本王说是你接得，那就是你接得，谁敢违抗本王的话？他的声音低沉，带着一种威压感。于南青当场懵了，脑袋一片空白。不过他还是立刻低下头，不敢继续顶撞他。毕竟他刚才摸了他下巴，冷得像冰块一样，让他瞬间怀疑他是不是一只人形冰象。男人那深邃的眼神又盯了他一会儿，于南青实在是受不了这么直勾勾的目光，慌忙低下了头。那个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他终于打破沉默，语气带着点尴尬。男子嘴角勾起一抹淡笑，轻声道：燕玄彻。他心里一阵懵，低声重复着这个名字，脑袋迅速翻阅历史课本，偏偏这个名字怎么也找不到任何记录。历史上竟然没有这1号人物，真是个谜一样的存在。你可以叫我玄之，他说道，眼神微微闪动。你呢？他问回了他。我叫于南青。他有些不自然的回答，心底还忍不住吐槽，长得好看的都不让人活了。他的目光不自觉地在燕玄彻那张帅得不像话的脸上停留，心里默默咽了口水，真是天生的美男子，连呼吸都带着魅力。燕玄彻突然看了眼门口，眼睛一闪，猛然弯腰伸手绕过他的大腿，瞬间将他一把抱了起来。于南青惊愣了一下，连忙紧张地问：你要做什么？他淡定地回答：出去。于南青张了张嘴，正想说自己能走，可一抬头看到外面狼群排成一线，看到燕玄彻出来时，他们全都立刻趴了下去。顿时他的嘴巴合上了，转而问：他们为什么怕你？因为本王比他们强，他们当然怕。燕玄彻语气平淡，但又带着一股不可撼动的自信。于南青被他突然亲密的靠近弄得有些呆住了。他一辈子24年，直到今天才感受到了男人的触碰，这种亲密感让他有些不适应，脸红得像番茄一样。你放我下来吧，我可以自己走的。他结巴着说，想挣扎着自己站起来。不用，本王有力气。燕玄彻随手一颠，于南青顿时感觉自己像个羽毛球一样被轻松地甩来甩去。你太轻了，记得以后多吃点。燕玄彻一边走一边评论，完全没有注意到于南青脸上的窘迫。于南青瞪了他一眼，心里默默想，你也不差吃，我哪能这么轻？说不定是你太壮。他顿了顿，忽然疑惑地问，你是王爷，是哪个朝代的？为什么会被封印在这里？而且封印这么久了，怎么还像个活人一样？燕玄彻听完似乎不想回答，反而加快了脚步。他似乎早就知道这里的路，越走越远。你不说话，我就自己猜。于南青挑了挑眉，手不自觉地紧了紧抱着他的脖子的力道。燕玄彻低低笑了笑，沉默中带着一丝神秘的气息。察觉到他有些微妙的小动作，燕玄彻侧头又轻轻蹭了蹭他的脸颊，低沉的嗓音带着几分安抚，别怕。他放轻了语气，右手抬起，轻轻拍了拍他的后背。我们先出去，出去后再告诉你，怎么样？于南青的脸立马变得红扑扑的，心跳不自觉加速，他有些不自在地趴在他的肩膀上。周围昏暗，视线模糊，无法看清他脸上的表情，只听到他低低地笑了一声，声音柔和温暖。他看起来那么温柔，话语、语气、动作都透着一种无比的细心。从进入职场到现在，他接触过形形色色的人，却从未有谁让他心动过。然而从第一次见到他，于南青知道他的心就已经扑通扑通地跳了起来。心动不过一瞬，但却那么深刻。趴在他的怀里，不知不觉中困意袭来，直到沉沉睡去，完全没意识到自己何时入睡。等他再次睁开眼时，发现自己正被他横抱在怀，双臂环绕着他的腰，耳边是平稳的心跳声。于南青下意识抬头一看，天色已经大亮，轻轻仰头。燕玄彻依然没有醒来，眼睛微闭，一只手环住他的腰，另一只手放在他的大腿上。他微微动作，却不敢大幅度改变姿势，生怕打扰到他，轻轻把头搁在他胸膛上，眼睛下意识地瞄向自己的身上。他身上披着他的外袍，微微感到温暖。目光扫过周围，才意识到他们似乎仍然在悬崖底下。醒了？燕玄彻的沙哑嗓音在头顶响起。我吵到你了吗？于南青轻轻扬起头，一双大眼睛满是无辜。没。燕玄彻带着笑意低头注视他，低头蹭了蹭他的脸颊，语气温柔，好乖。于南青皮肤雪白，像是被太阳晒也不会有一点点变黑，这样的亲密令他的耳尖和脸颊染上一层红，两人之间的气氛格外暧昧。忽然间，一声咕噜噜的响声打破了宁静。于南青立刻红了脸，把头埋在他胸前，羞愧地说道：我有点饿了。不是有点，是非常饿。他已经好久没吃东西了，昨天中午吃过后就开始爬山，背包里的饼干在掉下悬崖时不知道跑哪去了，整个人饥肠辘辘。好，我们先出去，再去找点吃的。燕玄彻像昨晚一样抱起他，站起身后在他的额头轻轻一吻。忍耐一下，我们马上就能走出去。于南青羞红着脸点点头。他说很快就能走出去。果然不到半小时，他们便从山壁间走出。眼前是一座古老的小村庄，村子里的房屋古色古香，全是用木材建造的，3、4排房屋错落排列。第一排房屋前不远处有一条小河蜿蜒流过。翠玉山竟然还有人住。于南青好奇四处张望，村子里的景象很陌生。翠玉山本身并不出名，
但因景色迷人，吸引了不少游客和登山爱好者。你放我下来吧，免得被人看见不好。他有些害羞，不太适应在别人面前做这种亲密举动。燕玄彻一时不想放下他，但见他坚持，便低头温柔地蹭了蹭他的脸颊，依依不舍地放开了他。他好像特别喜欢蹭他，于南青不由得轻轻一笑，将自己的外袍脱下来递给他。谢谢，你我之间不必说谢。燕玄彻目光炙热，但于南青并没有理会他那种目光，疑惑地望向村子的方向。奇怪，村里应该有人吧？我看到有些人家的大门开着。有人？他眼中闪过一丝微光，进去看看。燕玄彻牵起他的手，朝着村中的石桥走去。我从来没听说过翠玉山悬崖底下有居民，如果有的话，早就开发成景点了。景点？他赶紧解释，就是把这里开发成旅游景点，吸引外面的人过来看，收取门票费用。燕玄彻点了点头，似乎理解了。那么现在是哪个朝代？夏蜀。于南青侧目看向他。你呢？原本生活在哪个朝代？他好奇不已，想知道他究竟活了多久。还没等燕玄彻回答，一个中年男子扛着锄头从家里出来，看到燕玄彻的一瞬间，手上的锄头掉在了地上，脸上表情震惊、不可置信，甚至带着几分惊恐。于南青伸手准备跟他打个招呼，话还没出口，男子便转身，慌乱地跑进了村子里，边跑边大声喊着什么：“快出来！大家快出来！出大事了！真的不得了！”男子的声音响亮，充满了慌张，几乎是把整个村子的人都喊醒了。不到半分钟，村子里的人陆续开门跑了出来，各种工具也被人们紧紧抓在手里。有人焦急地问：“到底是谁在我们村里闹事？出什么事了？谁家有事？”一阵嘈杂过后，男子颤抖着手指着他们的方向，声音哆嗦：“你们看看，是不是我大白天见鬼了？那人？”于南青的心不由得一紧，悄悄握紧了燕玄彻的手，轻声说道：“他们看起来好像很怕你，是不是因为你这身衣服？电视上见过古人的装扮，应该不会吓成这样吧？”燕玄彻把他拉到身后，低声安慰道：“别怕，有我在，他们不敢动你。”于南青心里涌上一股暖流，抓着他的衣袖，小心翼翼地探出头去看向前方的村民。他们站在原地愣了许久，终于从后方走出来一个年纪较大的长者，步伐缓慢，朝他们走来。长者距离他们3米左右时停了下来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双手高举，恭恭敬敬地磕了个响头：“老祖宗！”见状，后面其他的村民也纷纷跪下，齐声喊道：“老祖宗！”于南青愣住了，抬头看着燕玄彻：“你不会真是他们的祖宗吧？”他被封印在崖底，这附近又有一个村子，看起来好像是守护者的角色。燕玄彻面色平静，语气冷淡：“你们是谁？”长者从地上站起，恭敬地回答：“老祖宗，我们是玄氏一族，是您的后人，奉命守护您。”于南青震惊地说不出话，急忙问：“你结过婚吗？有孩子吗？”燕玄彻眼神闪烁了一下，看到他眼里隐约的失落，急忙解释：“南青，我没有结过婚，也没有孩子或后代。在我被封印之前，我一直是孤身一人。那他们怎么说是你的后代？”于南青有些委屈，不禁感叹自己好不容易有了心动的人，可不想成了个小三。燕玄彻叹了口气，弯腰蹭了蹭他的脸颊：“我有个兄长，应该说他们是我兄长的后代。”他转头看向长者：“本王说的对吗？”“对。”长者急忙点头。燕玄彻淡淡点头：“找个地方准备点吃的。”“是，我这就安排。”长者转身吩咐几人，随即恭敬地说：“老祖宗，请随我来。”燕玄彻牵着他的手，跟在长者身后。“玄氏一族？你不是姓燕吗？”于南青有些疑惑：“这不应该是燕氏一族吗？”长者接话道：“祖书记载，老祖宗随母姓燕。那你们怎么知道他就是你们的祖宗？”画像，祠堂里有一幅画像，每年他们都会去祠堂祭拜，画像挂在正中，村里人没有人不认识。于南青低头看了看手中的小手：“那您呢？怎么称呼？”“玄庆，叫我玄老就好。”于南青点了点头，跟着他走进了大宅。“这是我家，稍等一下，我让人整理一下2楼的房间，准备给你们安顿下来。”说到这里，燕玄彻稍作停顿，似乎在思考什么，随即疑惑地问道：“老祖宗是安排1间房间，还是2间？”“2间。”他们2人几乎同时开口，目光在空中交汇了一瞬。于南青虽然心里有些喜欢他，但还是觉得住在一起太早了，毕竟对他还有不少不了解的地方。燕玄彻毕竟是古人，虽然比一般人更通达、更开放，但没有成亲就住一起，仍然让他有些犹豫。玄庆看着他们，嘴角不禁勾起了笑容，似乎已经明白了2人之间的关系，笑着招呼他们进屋：“老祖宗，南青小姐，你们稍等一下，饭菜马上就做好。”说完，他步伐轻快地走向门口，挥手把后面一群围观的村民赶散，只是其中一对年轻男女：“你们先去做饭，家里好东西都拿出来，不能让老祖宗不满意。”“知道了，爸，您放心，我这手艺保证让老祖宗满意。”那名男子撸起袖子，干劲十足地朝后院跑去。于南青微微凑近燕玄彻，压低声音问：“你是王爷，为什么没娶亲生子，最后被封印在崖底呢？”燕玄彻闻言，轻轻靠近他，轻嗅着他发丝间的香气，语气低沉而略带些玩味：“
说来话长，等我日后再慢慢告诉你。正当于南青脸颊微热时，玄庆忽然笑着清了清嗓子，咳嗽了2声，提醒两人有外人在，随即上前倒了2杯茶。于南青顿时红了脸，心虚的低下头，心里默念：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。玄庆看了看两人，语气温和，却带着一丝好奇：老祖宗，您是怎么出来的？那符纸，听说必须由老祖宗的命定之人才能触碰揭开。燕玄彻轻抿一口茶，放下杯子，慢慢的摩挲着杯缘。是南青，原来是南青小姐。听到这话，玄庆的脸上立刻露出了明朗的笑容。于南青心头一跳，意识到这个解释似乎并不完全准确，他有些无奈地重复了之前的话：我已经说过了，那个符纸是我碰到的，但不是我揭开的。玄庆的眼中闪过一丝明悟，点点头，原来如此，只有老祖宗的命定之人才可以触碰那符纸，其他人即便碰到也会被弹出去。玄庆继续问道：祖书上明确写着，作为守护者的我们一直在等候老祖宗的命定之人，只有那个人才能进入崖底。命定之人。于南青悄悄瞄了眼旁边的燕玄彻，他正靠在椅背上微笑着，眼中似乎藏着几分戏谑。燕玄彻指了指自己，淡定的解释：我是从悬崖上掉下来的。哈哈，那就对了。玄庆拍了拍手，笑得像个中计的老狐狸。村子和崖底之间有结界，外人是根本进不去的，更何况崖底的结界和村里的不一样。南青小姐，你不用怀疑了，你就是老祖宗的命定之人。燕玄彻凑近他，轻轻在他耳边低语，话语带着点调皮：南青，不必多心，不管是不是，本王只认定你。说完，竟然直接在他脸颊上轻轻吻了一下，仿佛一只狐狸得意地舔了舔自己的爪子。他故意不再继续让他尴尬，心里想着，等他不那么害羞了，再把他搂进怀里。王爷，你知道吗？你的朝代已经灭亡了，现在是夏蜀。于南青好奇地转向玄庆：玄老，他被封印后已经有多少年了？整整800年。800年啊！于南青瞪大了眼睛，心里一阵震撼，这人都能活那么久吗？他偷偷观察身旁的燕玄彻，心里的好奇心更加强烈了。这时，一个女子端着热气腾腾的饭菜走进来：来，先吃饭吧，吃完再聊。她放下了一盘小炒肉，一盘蘑菇青菜和2碗米饭，还有2个菜和汤，稍等一下就好。谢谢。于南青礼貌的点头。玄庆站在桌旁，像是突然想到什么，转身走去：快吃吧，你不是饿了吗？你不吃吗？于南青看到燕玄彻手里端着茶杯，眼睛里没有动筷子的意思。不太饿，吃也可以。燕玄彻觉得他一个人不好意思，于是笑着说道：我陪你一起吃。他被封印了800年，整个人似乎像从梦里醒来，很多事情都变得模糊，又似乎都还在昨天。过去的事别想了，珍惜当下，活在当下。于南青给他夹了1筷子青菜，见他对辣的东西不太感兴趣，便没动筷子。燕玄彻微微一笑，伸手将他耳边散乱的发丝轻轻撩到耳后：你这头发怎么这么短？这个时代都是这样的吗？他注意到村里的人也是，男女头发普遍都很短，只有少数女子的头发会长。还有你的衣服真是挺奇特的。于南青嘴里咀嚼着饭，含糊不清地答道：现在男女都可以留短发了，不是封建的时代，思想很开放。他和村子里的人都穿着宽松的长裤长衫，完全没有暴露。要是燕玄彻看到他穿着超短裙吊带的样子，估计能吓晕过去吧。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燕玄彻观察他吃辣子炒肉的模样，便贴心地倒了一杯茶放在他旁边。他悠闲地吃着，目光一刻也没离开他。曾经有个相师给他算过卦，说他的姻缘会在800年后到来。那时他听了只是嗤之以鼻，觉得那人肯定是个骗子，一个人怎么可能活这么久？但现在看来，那人说的倒是对的，错的是他自己。南青，我们成亲吧。可别嗨嗨。于南青一口饭噎住了，剧烈的咳嗽起来，差点把桌子上的菜给抛到天上。燕玄彻连忙拍了拍他的背，笑着说道：怎么这么不小心？我才刚说要成亲，你就这么高兴？于南青气得抬头翻了个白眼，低头揉了揉自己的喉咙，待咳嗽稍微缓解后，他才轻声回道：你这个王爷真会挑时机。燕玄彻看着于南青的眼神越来越深沉，拍了拍他的手，轻轻笑道：成亲后，我的心愿就是和你时时刻刻腻在一起，不管去哪儿做什么，都希望能与你共享。这突如其来的告白把于南青弄得一时间语塞，愣了愣，才小心翼翼地问：你是认真的吗？当然。燕玄彻的眉头轻微挑了挑，脸上的认真几乎快溢出来。自从见到你，我就知道你是我注定的那个人。于南青轻叹一声，心里既惊喜又犹豫。他真心希望这是他深思熟虑的决定，但不禁还是有些怀疑，命定之人这种说法或许只是个误会，或许根本不是真的。而且你又不是喜欢我。谁说我不喜欢你？燕玄彻直接打断他，语气带着几分急切：没有任何人可以左右我的选择，就算是所谓的命定之人，如果我不喜欢，绝不会娶。南青，我是真的喜欢你，是真的想娶你做我的妻子。他说的眼神灼热，仿佛真要把他融化在眼神中。于南青脸颊一红，下意识低头，不敢直视他的眼睛。他轻声道：你别这么看着我，真的太让人不好意思了。正巧这时
一个女子端着热腾腾的饭菜走了过来，打破了这份微妙的气氛。饭菜好了，先吃饭吧，吃完再聊。于南青连忙转移注意力，接过饭菜，心里却还是没能平复下来的小鹿乱撞。看着桌上热腾腾的菜肴，他赶紧换个话题，这饭菜真香，比饭店做的还好吃。那女子略显害羞地摸了摸后脑勺，南青小姐过奖了，能合口味就好，慢慢吃，别急。他一走，燕玄彻便迫不及待地追问：南青，嫁给我吧。于南青沉默了片刻，轻声回应：愿意是愿意，可我并没有什么家世，没父没母，没车没房，孤零零的。燕玄彻温柔一笑：这些不重要，咱们都是孤身一人，门第也不是最重要的，只要你愿意就够了。他把饭碗推到他面前，又温声道：先吃饭吧，等你吃饱了，我们再好好商量。不久后，玄庆手里抱着一个紫檀木盒子走了进来，打断了两人温情的时刻。老祖宗，这木盒一直供奉在祠堂，这是专门留给您的，不过需要特殊的东西才能打开。燕玄彻接过木盒，摸了摸盒子的凹槽，轻松地拿下了右手大拇指上的玉扳指，按在了凹槽里。只听得啪嗒一声，盒子应声打开，里面有一封信，这是我大哥留给我的。燕玄彻看着信中的内容，眼神渐渐变得沉重，他的手指轻轻抚过那几行字，透露出些许的悲伤。于南青感受到他的情绪，轻轻走过去，温柔地握住他的手，默默安慰着。燕玄彻低头将他拥入怀中，脸埋在他的肩膀处，声音沙哑地说：以后你会一直有我。他用力回抱住他，沉默了一会儿，终于开口问：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会被封印吗？燕玄彻叹了口气，回忆起那段痛苦的往事，轻声道：我当时去了一场宴会，结果被人算计了。那些人发现了我的身份后，宴会照常进行，但我一回到王府便感到自己无法动弹，身体成了一个空壳，意识仍在，但无法控制自己的动作。后来睡眠时间越来越长，最后几乎每天20个小时都在睡觉。某天，一位花白胡须的老道上门，神秘兮兮地说，唯一能解救燕玄彻的办法就是把他封印在棺材里，得等上800年才有可能醒过来。众人面面相觑，最终也没办法，只能认命地相信了老道的一番话。于是在他的建议下，燕玄彻被封印在翠玉山的崖底，村里的祖先自愿在此守护。于南青后来问了玄老一些细节，可他也没太多了解，似乎一切都有点匪夷所思，但既然眼前发生了，他也只好接受，反正没坏处就好。晚餐后，玄庆突然给他拿来了一套现代服装，恰好在楼梯口碰见了于南青。南青小姐，麻烦你把这衣服送给老祖宗，我外面有事。他说完，没等他答应，就匆匆离开。好。于南青接过衣服，顺手转身向上走去。2楼的房间正对着，他刚洗完澡，正准备下楼打探一下村里的事，低头看着手中的衣服，心里突然犹豫了一下，抬手轻轻敲门：玄老，衣服送来了，外面没地方放，您洗好了吗？进来吧。屋里传来燕玄彻的声音。于南青站在门口纠结了许久，他是穿着衣服还是没穿衣服？万一进去正好撞见，那得多尴尬啊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正准备轻轻推门，却突然听见屋内传来了燕玄彻的声音：嘿嘿，那个，你能把衣服放门口吗？我现在有点事情。哦，难道他正半裸状态？于南青顿时想象力爆棚，心脏砰砰直跳。他小心翼翼地再次开口：你确定不进来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沉默了片刻，屋内竟然没有回应。这下于南青心急如焚，慌忙推开了门。眼前的场景瞬间让他脸红得像刚成熟的苹果。燕玄彻正躺在床上，双眼紧闭，下半身只围着一条短浴巾，别提多诱人了。他急忙把衣服放在床头，走上前去推了推他：燕玄彻，你醒醒！他用力推了推他，他的脸色红润，看起来并没有发烧。于南青心里一紧，伸手拍了拍他的脸：你到底怎么了？你等着，我去叫玄老。他转身准备去找玄老，却突然感到手腕被一只大手紧紧抓住。只听燕玄彻低沉的嗓音在耳边响起：你这急什么？于南青惊愣住，才意识到刚才的病态模样原来是他故意装的。他忍不住一巴掌拍在他胸口：你可真坏，刚才我差点急得连夜找医生。好吧好吧，我错了。燕玄彻笑了笑，声音低沉，眼神直勾勾地锁在他的脸上，手不自觉地抚摸着他的后脑勺，身子轻轻倾向他。怎么了？感觉不对劲？他挑了挑眉，脸上带着那种让人脸红心跳的笑容。别看我。于南青赶紧想要避开他的视线，结果燕玄彻的笑容越发深沉，他的气息渐渐加重，嘴角含笑的低语：好香，你像水蜜桃一样香。他蹭了蹭他的脸颊，那种令人心神失控的触感让他全身一阵战栗。于南青赶紧移开了视线：衣服已经放下了，我先出去了。别动。燕玄彻抓住他的背，不让他站起来。于南青顿时有些不知所措，心里顿时明了，他们之间的气氛似乎已经变得不再单纯。于南青的身形完美的让人目不转睛，燕玄彻心中情绪翻腾，刚才的举动似乎稍微放松了点手脚。喉结动了动，他的声音有些沙哑：南青，我们什么时候成亲？我觉得你很不错。于南青被口水呛到，气得眼泪差点掉下来。这话是什么意思？
难道他是想问什么时候结婚？你最后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有点没听懂。问完，他才后悔。燕玄彻低低笑了几声，声音有些调皮：“南青何必装傻呢？”他故意靠近他的耳边，轻声道：“还是南青更喜欢我直接一点。”不。于南青脸一红，急忙埋进被子里，不敢再看他一眼。可他又怎么可能忽视他那不太自然的靠近？南青，你是不是已经感觉到了？燕玄彻嘴角一勾，语气带着坏笑。于南青的脸瞬间涨红，连忙用被子捂住头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哦，是吗？燕玄彻目光微闪，似乎是故意逗他，轻轻咬住他的耳垂，低语道：“南青真是调皮，明明知道却装作不知道。”他被亲吻了一下耳朵，整个人微微颤抖，心跳得有些失控。你别这样！于南青忙支支吾吾，想避开。门没关，玄老要是来了怎么办？别担心，我能听到有人上楼。他差点没爆炸。明明是紧张的事情，他却似乎一点也不着急。于南青想起身，结果腰肢被他紧紧抓住，动弹不得。燕玄彻深吸一口气，脸上的神色复杂，抬头盯着他：“别动，再动我真的不客气了。”他身子顿时僵住，动弹不得。两人无言相对，沉默地享受着彼此的温度，直到楼下的玄庆声音传来，打破了这份静默。于南青忙伸手推开他的肩膀，低声道：“快点起来，有人上来了。”燕玄彻蹭了蹭他的脸，心头的火气没消，眼底却透出几分无奈和兴奋。在他一再催促下，他才勉强站了起来，但那浴巾却不知为何系得有些松散。于南青猛地推开他，一股风似的冲出门外，动作如闪电般迅速，开门关门几乎是一气呵成。玄庆走到楼梯口，疑惑地看着关上的房门，刚才那道身影没看错的话，应该是南青小姐吧？他摇了摇头，心头有些疑惑，却很快恢复了冷静，站在门旁恭敬地问道：“老祖宗，一切可还满意？若有任何需要，请尽管开口，我一定会全力以赴。”燕玄彻换好衣服，穿了一身休闲的白色长裤和长衫，长发披散在肩后，显得英气逼人。进。得到命令，玄庆轻轻推开门走了进去。而对面的房间里，于南青此时正捂着剧烈跳动的心脏，整张脸如同烧得通红的炭火。他坐在床边，抱着膝盖，脸埋在其中。一想到刚才的情景，他那一双害羞的脚趾几乎缠在了一起，心里简直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。太尴尬了，明天他该怎么面对他？早知道就不帮他送衣服了。他的脑海里乱成一团，连门口敲门的声音也没听到。就在外面的人差点要破门而入时，门发出了一声轻响，吱呀一声打开了。天好姐，找我有事吗？于南青抬起头，略显慌乱地看向门外。天好是玄平的妻子，玄庆的儿媳妇。是啊，喊你下楼吃西瓜，都是我们自己种的，超级甜。好。于南青望了一眼他身后没有关紧的房门，燕玄彻显然已经不在。老祖宗和我公公出去谈事了，让我转告你一声。他继续说道：“我刚上楼，看见他们两个出去了。走吧，反正你也睡不着，咱们下去聊聊。”于南青笑着答道。两人下了楼，屋檐下摆着一张小桌子，桌上放着一盘切好的西瓜。快坐。李天好递了一块西瓜给他。谢谢天好姐。不客气，拿这里当自己家一样，缺什么就跟我说。于南青点点头，吃了一口西瓜，忍不住问：“天好姐，我有点好奇，你姓李，应该不是咱们村里的人吧？”是的。李天好吐掉西瓜子，淡淡的笑着：“我家在一个小县城，10几岁就出门打工了，家里有几个兄弟姐妹，父母在我20岁时去世了，因不常回家，和弟弟妹妹渐渐疏远了，后来干脆就没再联系了。你和玄大哥是外面认识的，然后才回到村里？”对啊。李天好点了点头。其实这个村子有结界，外人进了就出不去。于南青惊讶地抬起头：“天好姐你。”李天好笑了笑：“你想什么呢？来之前玄平就告诉我了，这是我自己的决定，他对我很好。”他微微一笑，透露出一点温暖。其实我比他大8岁，今年38了，身体原因一直没要孩子，公公也从不催我们。这个村里大约有100多人，结界只有玄姓的后代才能出去。虽然这里没有外面的世界那么热闹，但村子里很安静，大家都很喜欢这种像世外桃源一样的生活。看得出来，李天好很享受现在的日子，脸上带着满足的笑容。于南青又问了些别的问题，村子里的学校、出去采购的事情等等。他得知村外唯一能出去的人只有玄庆，而出去的人选每次都不固定，一次最多也就2、3个人。李天好和玄平的相识也是因为玄平那次外出采购。天好姐，你胆子真大，竟然敢和一个没认识多久的男人回家，还是在这么偏远的大山里，真不怕吗？于南青对李天好的勇气和果敢感到佩服，如果是他，打死也不敢这么大胆。李天好的话让他有些意外，却又觉得有点敬佩。我从小没读过什么书，早早辍学去工厂打工。李天好的话语中透着一丝无奈。那时候家里孩子多，我是大姐，根本没得选择，得去挣钱养家。李天好摇了摇头，回忆着自己的过去。其实我真挺喜欢读书的，但家里情况不允许。那段时间，我对城市的生活感到厌倦，觉得太浮躁，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好好过日子。
他的语气突然低沉，或许也有些自暴自弃吧。父母去世，和弟弟妹妹关系也断了，心里真的很绝望。于南青紧紧握住他的手，安慰道：“你经历了这么多，真是太不容易了。或许老天觉得你太可怜了，才把玄大哥带到了你身边。”李天豪点了点头，眼中流露出些许感激。是啊，能遇到他真是我的幸运。他不仅好，还真心对我好。可是你看，像我这样的人，怎么可能那么幸运呢？走出家门，遇到陌生人，怎么也得小心点。于南青忍不住补充道，心里不禁涌上一丝忧虑。他接着问：“那村里的人呢？都不想出去吗？”李天好笑了笑，回答道：“没有啊，大家都喜欢现在的生活。外面的世界对我们来说太陌生，根本不适应。这里的生活平静得很，大家都觉得这里好。”于南青听后若有所思地问：“那你和老祖宗什么时候结婚？以后你们打算留在这里，还是走出去？”李天好看了他一眼，眼中闪过一丝俏皮：“你还真是关心我呀。”他顿了顿，又说道：“其实我也不知道，我们现在都还没想那么远。我只是希望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，有个小院子，种些菜，养只狗和猫，过得简单点。”两人继续聊了一会儿，直到晚上10点多也没见燕玄彻回来，于是于南青便先回房休息了。第二天一早，于南青迷迷糊糊睁开眼睛，看到陌生的房间，一瞬间才反应过来他昨晚待的地方。他伸了个懒腰，听到楼下有说话声，走到窗边往下看，是玄平和李天好正商量着上楼来叫他吃饭。于南青连忙回应：“天好姐，玄大哥，我醒了，现在就下去。”李天好和玄平抬头看了看他，笑意盈盈：“好，快下来吧，老祖宗已经吃过饭出去了。”“他什么时候出去的？”于南青好奇地问道。李天好回答：“早上5点就走了。”于南青点了点头，转身下楼。吃过早餐后，李天好带他参观村子，两人正准备回去时，在大门口遇到了燕玄彻。南青，燕玄彻走上前，毫不客气地低头在他的脸颊上亲了一下。“你别，外面有人呢。”于南青一脸尴尬推开了他，同时四下看了看，发现玄庆和李天好早已走开。没人。燕玄彻笑着说，似乎一点都不在乎周围的眼光，又继续在他脸颊上亲了一下。“真想你，一刻都不想和你分开。”“别开玩笑，我有话要问你，你们到底去干嘛了？搞得神神秘秘的。”于南青一脸疑惑。“进去说。”燕玄彻拉着他的手走向楼上，进入屋里。燕玄彻坐在椅子上，轻松地揽住他的腰，直接让他坐到自己大腿上，温柔地环抱着他。“我找到了一个存放黄金的山洞。南青，你打算留在这里，还是出去？”他专注地看着他的眼睛，仿佛想从他的表情中读出什么。于南青沉默了片刻，认真思考后开口：“我也不太确定，这里的环境很好，结界把我们与外界隔离，生活很安静，不会有外人打扰。”他想起李天好昨晚的话，又补充道：“天好姐说，如果不是玄家的人，是不能离开这个结界的。”“燕玄彻点了点头。不过玄老提过，有个方法出去后就永远无法再回来。他已经对现在的朝代有了了解，真是繁华的让人瞠目结舌，简直是他曾经无法想象的世界。南青，我听你的，你说留下就留下，你要走，我就背着你一起走。”燕玄彻眼里满是坚定，话语带着一丝俏皮。于南青笑了笑，环抱着他的脖子，轻轻碰了碰他的额头：“你不怕我不要你？”燕玄彻低头亲了亲他的唇角，眼神温柔的像是可以融化任何冰雪。“怕，但我知道你不会。”于南青挑了挑眉：“那你倒是挺自信。”“自信满满。”他说着，眼中闪烁着一抹狡黠：“如果真不要我，那就把你绑起来。”于南青嘴角一抽，不知道该笑还是该翻白眼。“南青，咱们先在这里待一段时间，等你想清楚了再决定要不要走，怎么样？”燕玄彻语气里透着些许宠溺。“好呀。”于南青点头，心里觉得其实这生活还挺轻松惬意。“乖。”燕玄彻温柔地抚摸着他的后脑勺，然后低头吻了上去。于南青顿时觉得有点喘不过气来，想要逃开，却被他紧紧搂住，任由他亲吻。听到他的娇嗔，燕玄彻的眼神变得更加迷离，心头的火焰愈发炽烈。他稍微离开他的唇瓣，给他留下一点喘息的空间。李天好这时正好从外面割了些韭菜回来，看到院子里坐着的于南青，忍不住叹了一口气，疑惑地问道：“怎么了？叹气啊？”“没事。”于南青支着下巴，一脸纠结：“我挺喜欢这里的环境，但外面的美食太诱人了。”他眉头一皱，似乎真的在为如何抉择而烦恼。要是能自由进出该多好。李天好笑了笑，坐下来开始理韭菜。“那你得好好想清楚了，这边的生活是平静的，每家都有菜地、果树，大家互相帮忙，关系和睦。我老公说，村里人从来没有红过眼，大家都特别和睦。”“看出来了。”于南青点点头，心里渐渐有了些答案。他和李天好一起参观了村子，村民们的热情让他感到温暖，每个人都在地里忙碌，偶尔互帮互助，完全没有城市的那种冷漠和竞争。其实，如果你因为外面的美食舍不得这里，倒是可以让人定期去采购。”李天豪补充道，显然他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。“有时我老公会去给我带回来一些外面的东西。”于南青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感觉自己已经渐渐习惯了这里。“其实我也有点担心，怕在这里待久了会腻，想着还是得出去溜达一圈。”
于南青挪了挪凳子，坐到了李天好旁边，帮他整理酒菜。那还不简单？李天好抬头看了他一眼，等你不喜欢了，想走就走呗。不过，你出去之后回来就没戏了。于南青笑了笑，明白了他的意思，出去容易，回来难。没错。李天好点了点头。不过你想清楚了再做决定，咱们村里生活虽然安逸，但出去一趟，后果你自己清楚。再想想吧。于南青低声回应，内心的天平依然摇摆不定。中午，燕玄彻回来了，一进院门就拉着他一边走。南青，我和玄老要出村一趟，可能得7天，你安心在这里等我。7天，这么久？于南青顿时有些不放心。放心，我会平安回来。燕玄彻低头轻声哄着，嘴角带着温暖的笑意。等我回来，告诉我你的决定，剩下的我全听你的。于南青紧紧搂住他，靠在他的胸前，心头不禁升起了一阵不舍。燕玄彻微微笑了笑，轻声低语，出去的话肯定会引起不小的风波，记得戴口罩，别把口罩摘了。知道了。燕玄彻笑着在他发丝上轻轻一吻。而现在他还算是黑户，他知道想和他成亲并不容易，毕竟这段感情是无法得到外界法律承认的，但私下里他还是希望他能留下。外面的世界虽充满繁华，但燕玄彻并不怎么喜欢，毕竟他心中最想要的只是他，不过还是会尊重他的决定。南青，等我回来，我们就去祖宗牌位前拜堂成亲，好吗？于南青抬头看着他认真的眼神，带着一丝不容拒绝的坚定。好，他答应的毫不犹豫。燕玄彻心头一阵温暖，紧紧抱住了他。南青，你真的愿意嫁给我吗？愿意，我愿意嫁给你。于南青依偎在他怀里，心中已下定决心。两人窝在一起腻歪了一会儿，李天好在外面喊他们吃饭。午餐过后，燕玄彻带着玄庆父子离开了村子。看着他们的背影渐行渐远，于南青好奇地问道：天好姐，玄老不是说外人不能进村吗？你是怎么进来的？有一处结界，必须由他们带领才能进去。李天好回答，自己也不太明白结界的具体情况，只有村长知道。于南青点点头，心中顿时明了。接下来的日子便是漫长的等待。家里只剩下李天好和他2个人，白天跟着李天好一起下地，空闲时两人聊聊天。最难熬的是夜晚，总担心他们在外面会遇到什么意外。所幸所有的担忧都是多余的。到了第7天，燕玄彻他们平安归来。玄平先回到村子，招呼了一些壮汉去搬东西。燕玄彻抱着一个方形的红盒子，看到于南青后，立刻快步走到他面前。南青，我回来了。于南青眼眶湿润，刚才的担忧和不安一瞬间都被抛开。他低声答道，心里的大石头终于落地。别哭。燕玄彻看到他的眼泪，轻轻拉着他进屋。屋里，他关上门，把他让到凳子上，然后放下盒子。看看这个，喜欢吗？于南青打开盒子，眼前的金饰让他愣住了。这是一对金戒指，一条项链，一对耳环和一对金手镯，底下还有。于南青小心地打开了底层，更加惊讶地看向他。这是玉，女子戴玉好。燕玄彻把一只玉镯戴在他的手腕上，轻声说道：我本想给你多准备一些首饰，但玄老说带太多金子出去容易引起怀疑。这些是在黄金店里买的，纯金的，至于玉，品质不够好，等日后我再给你买更好的。极品美玉在这里难得买到，而且现如今把金子换成现钱还不容易。于南青看着盒子里的首饰，鼻尖一酸，哑声说道：在下属一夫一妻制，你娶了我就不能有别人。我知道。燕玄彻将他抱到腿上，轻轻贴着他的脸颊。我活这么大，房里从来没有同房丫鬟，说白了，我是有洁癖。他低头亲了亲他的唇角，眼神坚定地说道：和相爱的人在一起是我唯一的选择，既然我选择了你，那誓言就不能破。我只想和你成亲。他见过太多的夫妻离心，后宅内莺莺燕燕，小妾成群，就连他的父亲也未能幸免。南青，我这一生只会有你一个伴侣。于南青轻轻抬头，在他脸颊上落下一个吻，笑道：下属的规定和你的朝代不同，女人离婚了是可以再嫁的，要是你对我不好，我可就走人了，扔了你。不行。燕玄彻迅速钳住他的下巴，你不能不要我，我们是夫妻，可现在还不是呢。于南青挑眉，笑意藏不住，他还记得他可是黑户，根本没法登记结婚，很快就好了。燕玄彻信心满满的低头，亲了亲他的鼻尖，脸上笑意更加深沉。别担心，等我解决。你放心，做我的新娘吧。对了，你是想留下来还是出去？我想留在这里。于南青挽着他的脖子，撒娇似的靠在他怀里。等哪天厌倦了这里的生活再出去，不行吗？行，听你的。燕玄彻微微一笑，低头看他。你真好，我哪好？燕玄彻低头轻轻捏起他的下巴，似笑非笑地问：说说看，哪里好？哪儿都好。于南青眼中闪过一丝戏谑，轻轻靠近他，挑逗般地舔了舔他的喉结。这里好。他顺势吻上他的下巴，接着吻向耳朵。这里好。他继续吻上他的眼睛、鼻子，最后停留在他的性感薄唇上。落下一吻后迅速撤离，随即他含住他的喉结，轻轻吮吸。
南青。燕玄彻低沉的嗓音如同磁石，沙哑的让人心颤。他微仰着头，闭上眼睛，双眼迷离。他的主动令他十分受用，可再让他下去，燕玄彻有些担心事情会超出控制。他轻轻后仰，温柔地将他的头按在脖颈处。勾引我？于南青笑嘻嘻地躲开，没有。燕玄彻无奈松开他，调节了一下呼吸，温声道：过2天我还得出去一趟，想买什么东西，列个清单给我。我想买的东西有点多，你觉得带得回来吗？放心，玄老认识人家，能借到3轮车。他们这次出村正是借了别人家的3轮车，回城时拿些钱或食物作为答谢。于南青点点头，那我去找天豪姐要纸笔，列个单子。他想到平板电脑，提前下载几部电视剧，哪怕村里没有信号也能看个够。既然决定留在这里，住的地方选好了吗？盖在哪里？天豪姐，你觉得哪块地适合盖房子？周围的土地能种菜吗？于南青考虑着，自己想拥有一个小菜园，不能总是麻烦村民们了。李天好思考片刻，答道：村子第1排，离小河近，挑水方便，住在这里也比较清静。行，等他回来我们再商量。燕玄彻很快又出去了，这一趟采购的东西较多，估计要半个月才能回来。等燕玄彻回来，村里立刻为他们俩举办了婚礼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于南青终于等到了他归来。看到他身影一出现，他顾不上周围的人，直接飞扑上去抱住了他。慢点，地上有石头，摔着怎么办？燕玄彻轻笑出声，眼神满是宠溺。这几天他整日都在想着他，担心他有没有吃饱饭，睡得好不好。见村民们抬着东西走开，他挑起他的下巴，拇指轻轻划过他的唇边，柔声问：有没有想我？于南青本来想否认，但一看到他眼中满意的柔情，忍不住乖巧地点了点头。想，很想很想，我也想你。燕玄彻低沉的嗓音仿佛能把他包围，他紧紧抱住他，在他发丝间落下一个温柔的吻。这次买了不少东西，暂时不需要出村了。于南青点点头，从他怀抱中出来，认真说道：玄之，我们不能一直住在玄老家里，总得有自己的房子。我看中了2块地，一块是别人曾经住过的，现在空着，另一块是需要重新建房的。村里也有人做房子的，我在纠结要选哪个。新建吧。于南青指了指远处，目光坚定。我见外面的房子都不太一样，这里虽不能给你想要的生活条件，但我希望尽量满足你的愿望，所以我们就新建一个房子，家里的布局和摆设你来决定。至于马桶，我觉得挺方便的。虽然这里可能不太容易装，燕玄彻在外的这些天，除了采购物品，还在学习这里的知识和风土人情。他希望尽快融入这里的生活。南青，你觉得我该剪个短发吗？这样好像太引人注目了。每次路过的人都会忍不住盯着他看，虽然他不在乎，但被这样一直盯着也让他有些不自在。于南青走到他背后，长发高高扎起，手指轻轻将他的一缕头发剪短，笑着说道：不如就剪短吧，以后没有人帮你洗头发，你肯定会嫌麻烦的。剪短之后你会发现特别轻松，尤其是夏天特别舒服。他记得村里有人会剪头发，笑得更灿烂了些。好，听你的。燕玄彻转身将他轻轻抱入怀中，低头轻蹭他的脸颊，低声笑着：真好，3天后我们成亲。于南青轻轻推开他的肩膀，低着头，有些不敢直视他的眼睛。我有件事想跟你商量。告诉我。燕玄彻伸手摸了摸他的头发，温柔地等待他开口。我想把房子盖好之后再成亲。燕玄彻微微皱眉，疑惑地问：为什么？于南青低声回答：成亲住在别人家里，感觉怪怪的，有点不舒服。没有自己的房子，他心里总是觉得空落落的，缺少那份安全感。好。燕玄彻轻轻握住他的手指，将他的手放到唇边亲吻。是我忽略了这一点，那我们等房子建好再成亲如何？他的眼神里充满了宠溺，爱意不言而喻。于南青扬起笑容，眼睛弯成了月牙，明亮的眼眸里闪烁着璀璨的光芒。那一刻他显得格外动人。好。两人静静地站在树影下，彼此相望，心中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暖。9月底，他们的房子进入了收尾阶段，100多平的屋子，1楼和2楼的布局简单明了，2侧分设厨房和杂物房。玄大哥，这段时间真的很感谢你和村民们的帮忙，暖房那天能不能麻烦你当个厨师呢？于南青一边给他倒茶，一边期待地看着他。没问题，村里有啥大事，厨师职位非我莫属。玄平拍了拍胸口，毫不犹豫地举起茶杯，灌了个底朝天。我去跟我老婆说一下，让她也帮忙收拾屋子，你一个人肯定忙不过来。话一说完，他就像打了鸡血似的飞奔出去，完全不顾他可能的拒绝。这时燕玄彻从门口走进来，手里拿着2个小凳子，头发剪短，帅气的不行。南青，你看，这是我自己做的，怎么样？他得意洋洋地举着2个凳子，表情像是发现了新大陆。厉害。他不禁笑了，夸赞了一句。燕玄彻听得眉开眼笑，抬起下巴，得意得像个小孩。也不是很难，我一看就会了。是，谁能比得上你聪明？于南青笑得无奈，不过2个凳子太少了，再做2个，矮一点的也做2个。他点点头，明白，立刻去做。
于是把凳子放进客厅，然后走到他背后，伸手搂住他的腰，头靠在他肩膀上，温柔地问道：南青，咱们是不是可以成亲了？等家里收拾好暖房之后，我们选个好日子结婚。他低着头，有些腼腆。燕玄彻听了，目光微闪，兴奋地望着他：真的吗？你这次不会反悔了吧？他转过身，温柔地捧起他的脸，轻轻地亲了一下他的唇：不反悔。如果你不放心，可以现在就去和玄老商量日子。燕玄彻高兴得像个孩子，连忙吻了吻他的额头，跑得飞快，出门前还不忘回头喊：你等我。知道了，你快去吧。于南青微笑着挥了挥手，心里也有些小激动。10月3号是暖房的日子，而结婚的日子定在了10月6号，婚纱早就挑好，款式根据他的喜好，尺寸也正合适。接下来的3天，于南青完全不用操心任何事情，家里的一切都由李天好打理。在离开玄老家时，于南青曾提议认玄老做干爸，但被他坚决拒绝了。辈分不对，认你做干女儿就行。燕玄彻是我干儿子，老祖宗变成干儿子，这个结果让于南青也有些哭笑不得。他这身份在村里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，总觉得有点奇怪。这时李天好神秘兮兮地走进来，关好房门，从怀里掏出一本书递给于南青，一脸的暧昧神情。晚上偷偷看，记得藏好。什么书还要藏起来看？于南青疑惑地接过那本没有封面的古书。李天好得意地笑了笑，随便翻开一页，指着上面的图画，眨巴眨巴眼睛，这姿势要身体特别柔软的人才能做到。还有这幅。于南青瞪大眼睛，脸瞬间通红，赶紧合上书本，扔到桌子上。天好姐，这本书你哪来的？从玄氏一族传下来的，这书可是古董，得小心保存。李天好笑得不行，比我以前看过的都要露骨，古人玩的可不简单。他随手又翻了一页，笑得更欢了。你可得记住，将来还能传下去哦。天好姐。于南青已经羞得满脸通红，连忙把他推出门外，佯装生气地说：玄大哥叫你了。好好，那我先走了，别忘了偷摸看哦。李天好捂着嘴偷笑，匆匆下楼去了。真是的，天好姐怎么总爱逗我？于南青无奈地摇了摇头，心里却有些好奇，古人的世界果然让人大开眼界。晚上他忍不住偷偷翻开书，独自一人把书看完了。10月6号清晨，于南青被李天好从床上拉起来，声音急促：南青，快起床，化妆的时间到了。这么早？于南青一脸困倦地揉着眼睛，心里嘀咕着，不由得将视线投向门口，看到几个小孩正站在那里，笑着朝他招手：进来玩吧，桌子上有糖果，随便拿。孩子们欢呼着跑了进来，接连夸奖他：南青姐姐，你好漂亮。李天好一边催促着她洗漱，一边摆好化妆品。经过一番折腾，终于把她打扮得美美的。哇，好漂亮啊！几个小孩看得目瞪口呆，一个个都发出了赞美声，小嘴巴甜得像抹了蜜。于南青羞红了脸，低下头，在李天好的帮助下换好了婚纱。这场婚礼是中西合璧，两人在祖先牌位前行了拜天地礼。燕玄彻一身笔挺的黑色西装，眼神瞬间锁定他，惊艳的光芒一闪而过。他低声在他耳边轻语：今天你真美。李天好在旁边挑逗道：哦，南青以前就不美吗？周围的人面面相觑，大家对他的身份心生忌惮，不敢大声起哄，只敢轻轻闹腾。燕玄彻的眼神愈发深沉，直视他：南青，不管是谁，在我心里你永远是最美的。四周响起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。玄老见时辰不早，便示意李天好搀扶他去新房。燕玄彻一看他要走，赶忙喊住：老祖宗，您别急，洞房花烛夜得等晚上呢。他难得的脸上泛起红晕，眼神依依不舍地望着他的背影：老祖宗，先去吃点东西吧，玉叔在那边照顾着。你就放心吧。玄庆递给他一杯酒，村民们纷纷起身祝贺。这边于南青回到新房，直接一屁股瘫坐在床边。天好姐，我饿了。他从早上忙到现在，一点水都没喝，口干的不行。等着，我去给你端点吃的。李天好转身忙去。谢谢天好姐。于南青想着躺在床上休息，可又怕弄乱了精心打理的发型，最后只好坐在椅子上。新房在2楼，木头家具散发着清新的气息。他竖起耳朵，听着远处的欢声笑语，嘴角忍不住扬起。望着窗外，于南青不由得感慨，这一路走来，或许冥冥之中一切早有安排。傍晚时分，他换上了一条简单方便的礼服，和燕玄彻一起手牵手和大家围坐在篝火旁唱歌跳舞。河边村民们聚在一起，热闹的聊天，孩子们在一旁嬉戏玩耍，男人们互换着酒杯。燕玄彻陪着于南青玩了好一会儿，见大家都已微醉，便和玄老聊了几句。他悄悄走到他身后，低声在他耳边轻语：娘子，春宵一刻值千金。于南青一听，依然不舍得看着篝火旁还在跳舞的朋友们。可是我还想再玩一会儿。没关系，日后有的是时间。燕玄彻抱住他，温柔的低声说。他将他抱入新房，轻轻地放在床上。你先去洗漱，我去把门关好。于南青听出了他话语中的含义，脸颊不由得一红。燕玄彻洗漱好上楼，眼神如同猎豹般炙热，望向他的眼神像是紧盯着猎物，既危险又充满欲望。他那毫不掩饰的目光让于南青有些坐不住。
站起身来想找借口换衣服，却被他一下子拉进怀里，接着他轻轻抓住他的下巴，毫不掩饰的低头吻了下去，吻如狂风暴雨般袭来。他抱着他一步步退到床边，南青燕玄彻的眼神锁定他，浑身散发着不容拒绝的气息。乖，帮我解开扣子。他带着他的手向衣服上的纽扣探去，于南青轻轻嗯了一声，心跳如雷，手指轻颤着解开纽扣。不过燕玄彻显然不等得急了，直接自己动手了。800年的老处男真的是威力惊人。他嘴上说着最后一次，但每一次似乎都没有结束，总是有一个最后一次的后续。在昏昏欲睡的那一刻，于南青脑海中只有一个想法，他真能干。